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多年前有人曾采访陈师扣老师，采访过后，陈老师关切地问他：你今年多大了？想过今后应该如何的安度晚年吗？看着他一脸茫然，陈老师说他自己积累了不少经验和心得，愿意介绍给我们，希望大家能够更坦然地面对疾病与衰老。陈师扣老师说，一般来说，人在70岁以后是很难过的。第一是因为病痛，一生患有多种的疾病，整天不是这儿痛就是那儿痛。第二就是因为孤独，人老了，活动空间变小了，与社会渐渐地隔绝了，越来越多地待在家这个狭小的空间里，因此几乎90%以上的老人都或多或少地患有忧郁症。老人是弱势的群体，身体弱，精神也弱。在我们院里，有很多老人都是如此的可怜兮兮的，期待着他人来关怀照顾，变成了弱势婴孩。当时陈老师说，我今年94岁了，老公几年前去世了，我现在一个人生活得很好，身体健康，头脑清醒，除了一个每周来2次的清洁工，生活基本自理。我不习惯与保姆同居，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就尽量的自己做。每周子女们都会来看望我，我还要求儿子不要每周都来，2周来1次就行了。他们也忙啊，而且他们的家离我这离得太远了。我自己平时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，读书、看报、看电视、散步、做家务，保持着自己不紧不慢的节奏。最近正在研读易经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都可以走，我没有任何的遗憾。现在只求活一天就要生活的有质量，即便明天就要走了，今天也要活得有质量。我认为人生有几个阶段，每个阶段都要有目标。例如童年时期的目标就是玩，青年是学习，中年是工作养家，老年也要有目标啊！没有目标的人生特难受。那老年人的目标是什么？我认为有2点。第一，要尽量的使自己减少病痛，过得健康愉快。第二，就是要争取在人生最后阶段走快一点，既减少自己的痛苦，也尽量避免给他人造成的负担。那么怎么尽量的减少病痛，过得健康愉快呢？我这些年一直身体很好，那我是怎么做到的呢？一，知识就是健康，最好的保健医生是自己。人的健康由3个方面因素形成，遗传占1/3，第二就是锻炼和养生，第3就是生活习惯。例如抽烟、喝酒、熬夜都会损伤健康。人到70岁以后是老年了，老人一定要注意学习吸收医学的保健知识，要看许多的书，对于人的人体构造以及功能、体育运动、食疗、生活习惯、保健按摩、心理健康等都要有比较全面的知识。此外，要全面的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，综合分析自己的问题是什么，摸索其中的规律，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。一旦认识到什么是应该做的，就要身体力行；一旦认识到什么是不应该做的，就要令行禁止，并且一定要长期的坚持下去。有些老年人没有自己健康上的主心骨，动不动就看医生，乱吃药。其实医生不过是听你的陈述，再说各科的医生也只能是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不可能掌握你的全面的情况，所以一定要靠自己，而不要盲目的依靠医生。冷暖病养只有自己最清楚，运动健康只有靠自己坚持，心理健康也只有靠自己来调整。任何企图依靠其他人身上养老的梦想都要落空。无论是再好的医生，再负责任的保姆，或者是再孝敬的儿女，都不能去靠。2，要有毅力，要做自己应该做的，
而不是只做自己喜欢做的。我坚持生活自理至今，自己买菜、做饭、洗碗、散步，自己洗小件内衣。我当然也累，也不方便，完全可以让保姆为我做，但是只要一开始不做，以后再也做不了了。我不到万不得已就不开这个头，这样我一直坚持到目前还是如此。3. 精神上要有境界，文化生活要丰富。现在老年人太寂寞，盼望儿女回家看望，国家都有常回家看看的法律规定，可是我不需要。我关心世事政治，对文学、哲学、天文、地理、体育都有兴趣。我建立了自己的学习计划和生活规律，我每天忙忙碌碌，心里很平静充实。一般你喜欢做什么就去做，尽量把你的时间安排紧一点，每天都有自己的事情，都有完不成的工作，那你就不感到寂寞了。老年人要热爱生活，关心时事，心胸开阔，心情舒畅，这样遇到疾病就能顶得住了。精神上只要达到一定的境界，才能够超越生死，超越了生死，才能够放下生死，轻松享受有限的生气。我现在一个人生活，儿女说还是要找个保姆来陪我住，否则万一哪天犯了病都没有人知道。我说犯了病又怎么样？人的寿命到了就要顺其自然，身体功能衰竭了，无疾而终，顺其自然，这是福气。古人说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。老来不怕死，就活得轻松，生活质量就高。我就是怀着这种心态，一天一天的活过来的。事实证明，越是不怕死，就越是死不了。2017年4月底，陈老师已经满了96岁。这个时候，各种的疾病接踵而来，先是肾癌发作，伴随而来的是尿毒症、贫血性的腔梗，加上一次中间的跌伤和小中风，身体的脏器衰竭得很快。起初生活还能够坚持半自理，终于在同年的9月份，两腿发僵，浑身难受，躺在床上不能下地了。子女们都竭力的动员他去医院住院，可是陈老师一直坚持的不去医院就诊，他没有吃药，也没有注射和打点滴，只是坚持的自己按摩，做一些腿部的锻炼。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2岁，我已经赚了，现在我只希望走得快一点，尽量的减少痛苦，不给孩子们和社会添麻烦。他的这句话至今令人深思。2017年10月17日，陈师寇开始断食，他的头脑特别的清醒，但是子女送到嘴边的饭一口都不吃，后来连水也不喝了。子女们都明白，母亲是打算用断食断水的方法来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。2017年10月21日4天，水米不进的陈师寇安详地闭上了双眼，享年96岁。以断食的方式来结束生命，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多么坚强的意志啊！让人立即地联想起他的话，要不怕死，要争取走得快一点。他老人家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既不拖累别人，也捍卫了自己的尊严。陈老师圆满地实现了自己晚年的2个目标。中医下课了，他在最后的一刻不仅向我们倾尽了心血，还以生命做了见证。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事情，我们都应该坦然地面对。若老人们都能像陈师寇一样，对生活充满了激情，丰厚自己的精神世界，又何尝不是养生之道呢？愿老人们都能够老有所依，也愿子女们能够给他们最温暖的陪伴，让老人不再孤单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